倩儿有我呢，也算是有个依靠，不像四姑娘从小就没了娘。没了娘？对呀，她一出生娘就死了，他们都说她是克星。甄夫人，您请。恒儿，母亲安。昨日睡得可好？谢母亲挂念，儿子睡得安稳。那便好。今日怎么不见于司尉？于司尉今日未来点卯，应该是去办案了吧？可这于司尉跟江姑娘好像很熟悉。哦，于司尉曾经在教场救过江姑娘的二哥。追！那是救命恩人。可不知情的人会觉得他们俩是一对儿。就算他们真的是，相信江姑娘应该会自有分寸。可这于司尉，也许就难说了。恒儿，娘给你带的鸡汤，趁热喝。谢母亲。娘，今日这鸡汤真鲜。恒儿要是喜欢，母亲天天都给你做。海棠居还和以前一样，真让人怀念。姐姐坐。对了，二弟近来如何？有没有惹祸挨打？哥哥还是老样子，挺好的。姐姐喝水。他总让人不放心。四妹，我不好常回来，只能靠你多劝劝他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看好哥哥的。倒是姐姐，你每次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来，我们都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。爹很是挂念你的。我挺好的，你们放心就是。那婆母待你如何？还有，你跟姐夫会吵架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啊？我就是有些好奇，之前跟安国公府议亲的时候，我就每天在瞎琢磨，如果有一天要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，会是什么样子？现在退了婚，我也知道，一时半会儿不会出格，倒是松了口气。妹妹担心也很正常，不过只要学会包容，总会与人相处好的。你姐夫与我相敬如宾，我们从未有过口诀，他一处处护着我。嫣嫣也乖巧懂事，婆母虽然有些严厉，却也算不上苛责。这样的日子，我很满意。护着你，有什么事情需要姐夫处处护着你啊？婆母总归还是想要个孙子，我嫁过来多年，也未曾有一子，她不悦也是正常的。这些事情，我不问你，你都不跟我说。哪有人家事事美满的？说出来也不过是平添烦恼罢了。姐姐不跟我说，我才烦恼呢。姐姐都跟我生分了，还学会威胁姐姐了。许久不见，你倒是有些不一样了。
姐姐，你在婆家还有什么烦恼，都一道说给我听。哪有人家妹妹像你这样盼着听姐姐烦恼的？哪有什么烦恼，我一切都好，一切都好，当真了？姐姐，如果以后你有任何不顺心的事情，一定要第一时间派人来知会我，知道吗？四儿，你今日到底是怎么了？你先答应我再说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头儿，都蹲守半天了，神仙油的卖家还不出台，是不是咱们打草惊蛇了？不是你调查的吗？没有人知道他姓甚名谁，不跟人打交道，出摊也是神出鬼没的，想抓到他哪那么容易啊？头儿，来了，扎辫子的那个。好货好货，给我来2两。去，跟上他。是。买家直接回家了，并未发现异常。回去准备一下，下次来抓那个养蝎子的人。是。二婶儿，您都操持伯府这么多年了，也该好好歇歇了。这偌大的家，我辛辛苦苦操持这么多年，是你想夺就能夺得去的吗？要论收买人心、直指行事，我确实比不了二婶。我稍后就会去跟你祖母解释清楚。二婶恐怕还不知道呢，您恐怕要在自己屋子里头好好歇上几日了，因为祖母吩咐了，让您禁足。肯定是江佩那小蹄子把我给撂了。二夫人，老夫人吩咐了，让我们送您回院。又不是没腿，用送。老夫人小心。哎，老夫人早。我的小鱼儿要吃饭了。哎呀，吃饭喽！这一喂鱼啊，都来了，给你们吃，你们就来了。吃饭喽！祖母。孙女给祖母请安，您昨夜睡得可好？哎呀，府里这么多让我不省心的事儿，你说说我能睡得安稳吗？都是孙女遇人不淑，惹得祖母心烦。哎呀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和离回府，不用日日跟我请安，在自己家院子待着，好好静养。这么大早的来找我，有事？真的什么都瞒不过您。为了你母亲，我母亲操持伯府这么些年，把后院管理得妥妥帖帖，也从未犯过什么大错，只因为一时失态就夺了她的管家权，这是不是有些不公？有时候啊，
一个人掌权太久了，就会生出一种错觉，以为这个权力就是他的，他可以为了一己私利为所欲为。母亲，他不是那样的人，他一心为了伯父好，怎么会为所欲为？倩儿啊，倩儿，你说你经历了这些个事儿，怎么就没教会你看穿人心呢？姐姐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有空带燕燕回来玩。嗯，我会的。你们要保重身体，照顾好父亲。妹妹，你要是想我了，就来陵水找我玩。我过些日子就去看姐姐。嗯，我都想燕燕了，她也想你。管家不是一时，你千万要多多留心，别被欺负了。二弟，照顾好四儿。姐姐放心。二弟，四妹，保重。姐夫，你一定要照顾好姐姐。保重。姐夫，路上小心，照顾好姐姐。你四妹为什么突然会失踪？我为什么会阻止甄大人去调查？这你心里想过吗？人呐，不能感情用事，不然的话会被自己蒙蔽了双眼。你母亲想的什么是最重要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伯府？是你们二房的地位。他就是为了这一点，什么事干不出来啊？那您就这么信任四妹妹吗？那是重用，让她踏踏实实的在伯府干点正事，顺风顺水的活着，不好吗？有的人活了一辈子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，只能感情用事，这种人是干不了大事的。倩儿，母亲知道你身上疼，心里苦，可是咱不能因为错嫁了一次，就失去了斗志。只要咱们一起好好筹谋，未来还是可以柳暗花明的。啊，到时候我倩儿还是咱们东平伯府最让祖母骄傲的孙女。我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听从母亲的安排，可我自己最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？哎，你说这四姑娘她还想管家，这没有二夫人，她管谁呀？她管她自个儿吧。哎，你看我这脖子，睡落枕了。哟，咋了这？哎呦，这痛得厉害。你呀，就是太闲了。哎，今日正好歇歇啊。我什么都没干呀。去，补补，痛死了。这喝气死人了！这个，今天晚上扶多。哎呀，别逞苦。好啊，你们。一个个的都什么时辰了，进饭也没蒸，菜也没炒，是不是不想干了？来了，闹事了。咋？
我知道，你们是看四姑娘管家欺她年少，可我们姑娘说了，有些人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差事没办好，老夫人问起来，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，几时轮得到她来教训我们？不过，我觉得她说的也不错。咱们入伯府这些年，老夫人什么性子，咱们还不知道吗？我还不是想替二夫人出口气。想出气，法子多的是。姑娘，这几日你都起早贪黑的，这么累的事，你为何要做呀？我问你啊，伯府上上下下有没有人敢害二婶？没有。那此次祖母的寿辰，江佩给我下药是受谁指使？指使二夫人啊。没白跟我这么多年。姑娘管了家，就没人敢欺负你，欺负咱大房。没错。姑娘，你对甄大人有意吗？为何突然这样问啊？那甄大人可是对姑娘有意，我都看得明明白白的。甄大人是个好人，他勇敢正直，尤其是在这曲意逢迎的官场之上，我欣赏这样的人。但是，也只是欣赏罢了。阿满也觉得姑娘不要喜欢甄大人为好。为何这样说啊？因为于思卫更好呀。每次姑娘有难之时，他都能及时出手相救。而且，若不是姑娘和我说，都没人知道他做了那些。姑娘，于思卫像不像话本里的英雄大侠？做好事不留名，哪能总等着人来救啊？少看些话本，都是假的。可于思卫是真的呀。姑娘，你对于思卫有意吗？无意，我对谁都无意。只对管好伯府还有铺子有兴趣。别吵了，哪来这么多问题？再吵下去，我这些账要算到什么时候啊？快去喝你的甜汤吧。是，阿满这就算。穿多少千万丈的红尘，清风徐来几阵，心也敢爱敢恨。问朝夕可曾见微光落地生根？分过你我之间，开出天地情深。我还真想了一个办法，一了百了。什么办法？嫁给我。什么时候听到他再说这种话，我才能做到心无波澜呢？这几日于七都没有出现过，也许是放下了对我圣女身份的追查。如此也好，往后可以过平安日子了。有人落水了！命运莫多问，任风雨倦可年轮，愿暗中将抵达，开满万物同春。相识一笑望无声，千帆过尽是我们。如影随形，也敢。他身上有毒汤，而且还画了那一幅南江山水，怎么说不查就不查了？你醒了。有了姑娘照顾了。于思卫，是因为我受的伤。如果我都不能照顾你，心里肯定过意不去的。这点小伤对我来说家常便饭，姑娘切莫挂心。这可不仅仅是受伤，刚才郎中都说了，如果晚一步，可能我们都要给你上香了。
干的活啊？这家还有没有人管了？这一大早的，出眉头，出眉头！付我工艺。祖母、爹、姐姐、姨娘，咱们可以用饭了。老夫人小心点钱。好好。祖母，您慢点，慢点。好，进来。怎么没见到二叔啊？二叔来了。哎呦，老二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地上的水没擦干净，滑了一跤。严重吗？喂，我一会儿去检查一下。知道就好。哎呦，这很久都没有吃到这么寡淡的早餐了呀！哎呦，我在山上清修那会儿吃的，似乎也就是这几个呀。大早晨起来吃点清淡的好。嗯，好。娘，用膳吧。嗯。哎呦，这粥是不是馊了？啊？是有点味道。哎呦，这个饼好像……这一大早晨就没有一件顺心的事儿。母亲，四丫头才多大年纪啊？您把这么大的一个家交给她来管，那日后还不知道要出多少乱子呢。内宅不宁，家丁不兴啊。二弟不过是饭坏了而已，就扯到内宅不宁。我看你是不是在官场混的时间太长了，在家里也要给别人乱扣帽子呀？大哥，你现在说话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是谁先挑的头？这粥就是馊了呀！馊了又何妨啊？好了，你坐下。真扫兴！你们俩都是当爹的人了，在孩子们面前拌嘴，你让人笑话吗？四儿，这些日子你在当家，你觉得吃力吗？回祖母，二叔，今日这样的事情，我保证绝对不会再发生。请您再给我3日时间，如果我管不好这家，我自会交出对牌钥匙。3日，我看今日都过不去。不吃，爱吃不吃。我说你这鞋底都纳多久了，还没纳好？是啊，我看着都累，你吃点核桃吧。几位嬷嬷都忙着呢。四姑娘，快醒醒，四姑娘来了。四姑娘，嬷嬷们都累了吧？还好，就是年纪大了，刚刚眯了一下，让四姑娘撞上了。那还真是我的不是了，扰了嬷嬷的清梦。这样吧，既然嬷嬷们都这么辛苦，那今日就收拾一下，先去歇着。这厨房用不着你们了。四姑娘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赶我们走吗？我们可是伯府的老人了，在伯府干了大半辈子了。是啊，四姑娘，临安城有头有脸的家族是绝不会逐出老仆的。嬷嬷说到哪里去了？我正是因为体恤老人，才让你们休息几日。这成年累月待在厨房，最是劳碌辛苦了。你们放心歇着，休息的时候月例照发，什么时候歇够了，什么时候再回来便是。当真？
真有这么好的事？当然是真的了。这2位姐姐是我从广聚楼里寻来的，正好也给家里人换换口味，嬷嬷们放心去歇就是。阿蛮，带2位去熟悉一下。是，走吧。四姑娘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哎呦，四姑娘呀，我就是个劳碌命，歇不住。他们新来的呀，也不熟悉，我去搭把手啊。这虾都死了，可不能再吃了啊！哎呀，四姑娘，这虾本来是要丢掉的，这中午吃鱼啊，鱼新鲜。您得别愣着了，搭把手去吧。哎呀，没想到这4丫头还真有点本事，我没小瞧她了。可不是嘛，一连几日对着那些故意捅出篓子的，她不急也不恼，还笑呵呵的让人歇上一阵。月前照例，活计啊早就寻了外头那些年富力强的来顶上，有那蠢的还真乐呵呵的回家歇着去了。歇久了，回来位置就没了。是啊，有些机灵的老人看出四姑娘的手段，就再也不敢生事了。看她能得意多久。倩儿，倩儿，倩儿在想些什么？没什么。母亲在说什么呢？倩儿，你要振作起来。前几日我给你的那个王兵人的名册，你看了吗？有没有中意的人呀？我才和离归家多久？母亲就这般迫不及待的要我2嫁吗？我就这么碍着您的眼？哎呀，母亲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也是为你着想。这女子容颜易老，婚嫁趁早不敢晚呀。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这句话，二婶跟姐姐说过太多次了吧？你莫要挑拨我们母女之间的关系。阖家上下，唯有母亲是真心对我好。我并非挑拨，其实我特别羡慕你，有一个心疼你、事事为你谋划的母亲。你也知道，我自小就没了母亲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父母之爱，要是用在了错处，就是害儿害己。我听说，二婶又在给姐姐张罗亲事了，还不是被你刺激的？你有甄大人这样的良配，又抢了他的管家权，他心里不平，又整日没事，不盯着我还能做什么？你这样迁怒于我，既影响不了我的生活，也改变不了你的现状。头一次你听了二婶的，要靠高价来谋个好前程，结果落得如何？如今第2次了，你还要再继续听她的吗？花有花期，人有时运。如今的我，哪里还有得选？小的时候，咱们一起上学堂，曾经学过，要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这世间的女子，除了娘家婆家，迈过这2道门槛，也许会看到不一样的海阔天空呢。倩儿为何如此这般看着母亲？你究竟是为了我好，还是为了你自己？王兵人送来的名册，
母亲，您自己翻开看过吗？年过半百仍要续弦的南安郡王，瘸了右腿，死了3任夫人的玉玺房老板，帮别人找都是些什么人啊？我知道你委屈，可是现在不允许我们挑选别人呀。是，只能我被别人挑，在自己亲娘眼中，我也只配嫁给这些歪瓜裂枣。哎呀，倩儿，你怎么如此冤枉母亲呀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看不上也罢。过几日，兰府的大娘子要办寿宴，到时候你梳洗打扮一番，同我一道去，也露露脸。露脸？露脸让人耻笑不成？曹兴玉才下死牢多久，我就要像个花孔雀一般出去求偶吗？旁人该怎么议论我？你的管家权被四丫头夺了，你就要强迫我去寻门月的过大房的亲事吗？我到底是你女儿，还是你用来争斗的工具？够了！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难道你想一辈子在这屋中，老死在府中吗？好。母亲今天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原是我一日在家，你便一日抬不起头。既如此，我走便是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写信给了哥哥嫂嫂，他们倒是不嫌弃我。明日我便去灵溪，不在这家中碍母亲的眼。倩儿，倩儿，你给我回来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真是被我惯坏了。我一心为他着想，他竟然跟我离了心。哎呀，还要去找他哥哥，气死我了！二夫人，气死我了！别太伤心，坐。二姑娘啊，只是一时糊涂。其实她离开临安啊，也是好事儿。什么好事？您想想，这临安城谁不知道长兴侯府的案子？人言可畏。去了灵溪，二姑娘也能散散心，还可让大公子帮忙寻觅合适的人家。总之啊，您往宽处看，不算坏事儿。说的也有道理。可是这倩儿，她从来都没出过远门，这怎么突然间就要去找她哥哥？谁给她出的主意啊？姨娘，四姑娘，这月例怎么多了些？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姨娘放心，这是从我自己私账里出的，二婶她肯定不知道。那多谢四姑娘。姨娘客气了。对了，姨娘，我听说自从二姐姐去了灵溪之后，这二婶就一直着急给五妹妹议亲啊。这人还禁足在院子里，这手伸的呀，可跟以前一样长。自个儿的女儿指望不上了，现在又惦记上旁人养的女儿来了。但这不是好事吗？五妹妹一直惦记的就是能嫁个好人家呀。二夫人当年啊，挑三拣四的，一心想让二姑娘攀高枝，可结果呢，什么下场，旁人都看见了。我虽是个妇人，可是我也知道，这高门大户要是能看上我们这种没落府邸的姑娘，这人多半是有问题的。要不然谁不想找个门当户对的，对吧？哎呦，四姑娘，我不是说你啊。哦，没有，我就是没想到，姨娘居然这般清醒。不是我清醒，是我们家佩儿头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。佩儿，二夫人，佩儿，母亲，阮姨娘，我跟佩儿有话说，你回避一下。
算了，婚嫁大事重要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什么婚嫁大事？你不是跟你父亲说，想嫁与文臣吗？咱们这临安城，哪个文臣荣誉最高啊？是甄大人。甄大人？甄衡。对。本来呢，是想替你去奔走，可谁想到，又被你的四姐姐捷足先登了。姨娘，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。其实呢，我手上有个人选，跟武妹妹极其相配。这个人啊，是我央求甄夫人牵线的。此人跟甄大人是同窗，家世清白，虽然只是个地方的散官，但是品行甚佳，而且近日就要来临安述职了。这可当真？当真。只是姨娘也知道的，一来是武妹妹跟我一向不合，二来我这个当姐姐的也不好给妹妹绑媒牵线啊。四姑娘放心，我就同佩儿讲，这人是我寻觅来的。当然也得两个人要互相看一下，能看得远才行。那就包在我身上，真是多谢四姑娘了。姨娘客气了，我只是没想到姨娘居然这般信我。倒不是信不信任你，只不过呀，我更不信那萧氏。我不想佩儿再做他的棋子了。姨娘倒是坦诚，那我就不留姨娘了。到时候等人一到临安，我便来知会姨娘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要费尽心思给五姑娘寻个好人家呀！她平日里最爱刁难你，我最讨厌她了。二婶啊，应该是猜到了，是江佩泄露了八部罪的事情。等她一解禁，这江佩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阿满懂了，所以要尽快给她安排一个安全的去处。小机灵鬼，这么快就懂了？治家如烹小鲜，须得火候拿捏得当，不可急于求成。猛火之下，易焦糊失味，如同家中事务处理不当，一生纷扰。文火虽缓，但久煮易腐，亦如家中琐事拖延不决，渐生弊病。唯有胸有顶耐者，方可知调和之道。顺应自然四时之变化，起居有常，饮食有节。早食清淡，滋养脾胃；午时可口，营养均衡。至于人情世故、往来应酬，更需周密计划，合理安排。农田铺庄皆需统筹兼顾，收支明晰，精打细算，细致入微。厨房之内各司其职，分工明确，生案备菜，煎炒烹炸，主菜水果，搭配得宜，以满足一日之所需。长此以往，即便挑剔如二叔，也寻不出错处。二婶虽对我心存怨恨，也只得按家规行事。家中奴仆役从，需分工得当，无意时时监督，使其严遵家训，勤勉尽责，方能维护家庭秩序井然，家道日益兴隆。如此方能家道昌盛，福泽绵长。
是鱼龙混杂，附近怕是还有他的同伙。抓。是。辗转多少千万丈的红尘，腥风徐来几阵，心也敢爱敢恨。问朝夕可曾见微光落地生根？分过你我之间，开出天地情深。相识一笑望余生，千帆过尽是我们。若影随形，也感同永忘的心声。相逢一诺望余生，缘分眷留着青春。光阴似镜，与你同赴烟火。月光如水，好梦总能照有情人。相惜一路望余生，岁月有心不由人。一眼珍存在于